Hello， 大家好。如果你最近想用 AI 做个网站，那么是不是也卡在了二选一？这个二选一的这个难题上？那如果说你最近想要用 AI 来做个网站，是不是也卡在了这个二选一的难题上面？那么一边是号称30秒建站的 Dotable， 那一边呢是背靠 WordPress 宇宙的一个 Tunwable， 选哪个？那么网上的信息零碎越看越懵。别急，今天小鱼儿就来用这期视频呢，用最直白的话呢，帮你彻底的搞清楚。那么其实这两个网站呢，就是核心一句话，一个就像是快餐呢，一个像是厨房，选哪个完全取决于你想吃哪一顿就走，还是想开一家自己的餐厅。新手就会想了，那做电商能不能用，长期发展靠不靠谱？并且呢，小鱼儿也给出一个核心的结论Dotable 呢更偏向于急速上线型的工具，那么 Tunwable 呢更偏向于长期可扩展型的工具一个呢，这个是主打快这里显示了30秒就可以给你建个站，那么这个 Tunwable 呢主打一个强。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Tunwable那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跟小鱼儿一样这里在你的谷歌浏览器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这样可以进行一个中英文翻译你也可以看中文，也可以看英文。那么 Tunwable 的逻辑呢跟 Dotable 完全是不同的。Tunwable 本质上呢是一个 AI 加速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建站工具，一个建站平台也就是说呢，它不是抛弃 WordPress， 而是让你用 AI 更快的生成 WordPress 的网站。大家知道，其实现在市面上全世界有很多的网站呢，都是用这个 WordPress 来搭建的。那么你可以用 Tunwable 让 AI 生成一个完整的 WordPress 的网站，也可以输入一个你喜欢的一个网站网址，让 Tunwable 呢帮你分析结构，然后生成一个类似布局的网站就是之前说的所谓的一个克隆网站生成完成之后呢，你进入的依然是标准的 WordPress 的后台，页面编辑用的是 Elementor。那这一点其实非常的关键，因为这意味着你拥有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WordPress 的网站你可以进入到 WordPress 的后台。大家知道 WordPress 的强大之处就是在于它拥有海量的插件生态，你可以安装 WooCommerce 做电商，也可以安装会员插件做会员的系统，那可以安装课程插件卖课程，可以安装多语言插件做国际站，可以安装各种 SEO 的插件、缓存插件、安全插件。所以从这个能力上来说呢 Tunwable 的上限呢远远是高于 Dotable。 你可以用 Tunwable 做企业官网、博客网站、内容站、跨境电商独立站、会员站、下载站、课程站，几乎没有明显的一个限制。那 Tunwable 的 AI 呢在这里呢主要承担两个作用，帮你搭框架，帮你节省前期的设计时间。那么在网站的后期发展空间中呢，完全取决于 WordPress。 但是这个 Tunwable 它也是有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对新手不算友好。首先你需要知道什么是插件，什么是主题，什么是 Elementor， 基本的一个 WordPress 的后台操作你要会。但是这个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那么这里之前小鱼儿有出过一期非常详细的 WordPress 的一个教学什么是 Elementor 它的后台的一些相关功能都有相关的介绍有兴趣的伙伴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点击这个链接呢，去把这个视频呢可以关注起来，慢慢的去看。另外 WordPress 的一个老问题就是呢，选择越多，新手其实越容易迷茫你装一堆插件可能还会遇到冲突、变慢、安全问题，所以大家前期呢也不需要去安装太多的插件。虽然说其实 Tunwable 在托管和性能方面呢已经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本质上它依然就是 WordPress。 所以简单来说 Tunwable 是一个能力很强但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的一个工具。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Dotable。 那这个 Dotable 最大的卖点就是快，对很多人来说这种体验是非常爽的。注册账号，输入行业，1分钟就拥有了一个能访问的网站。可以看到30秒内就可以搭建好你的网站。那除了建站之外呢 Dotable 还内置了一个偏向生意管理的功能，比如说简单的客户管理系统、发票功能、基础数据分析，还有一个 AI 助手可以帮你改文案、润色内容，
所以从定位上来说呢，多更像是为个人创业者、自由职业者服务型商家准备的一个工具。比如说摄影师设计师顾问教练维修人员本地商家这类人呢，最核心的需求通常只有几个：有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网站，能展示我是谁，我能提供什么服务，客户怎么联系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场景下呢，那多萝卜就非常合适。但多萝卜呢也有很明显的限制。首先呢，它的自定义能力比较弱你可以改文字、改图片、改颜色，但你很难去深刻调整页面的结构。比如说你想加一个复杂的筛选系统、会员系统、多语言系统、复杂的表单逻辑，那么这些基本上是做不到的。那其次呢，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多萝卜不是WordPress， 它们有庞大的插件生态。如果官方没有提供某个功能，那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自己扩展。第三呢，它更适合展示性的网站，而不是系统型的一个网站。也就是说，它适合介绍业务，不适合承载复杂的业务逻辑。这里总结一下多萝卜呢，它非常快非常简单，非常省心，但它的天花板不高。所以呢，我们把两者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多萝卜的一个优势就是快、简单、傻瓜式操作，零维护。那么Swaybo的优势就是自由度高、可扩展、功能强，适合长期项目。那么如果说你只是想短暂的、快速的上线一个展示型的网站，比如说个人服务介绍页、名片型网站、小型官网，那多萝卜就非常的省心多萝卜就非常的省心。那么如果说你想长期运营想做一个长期运营的网站，比如说电商内容站会员站品牌官网那么就建议你呢就选择这个Swaybo这个Swaybo呢会更加合适。那再给你几个具体的场景，如果说你是自由职业者你靠接单赚钱，比如说摄影、设计、剪辑、资讯、教练，优先考虑这个多萝卜。那如果说你做的是跨境电商，卖实体产品或者虚拟产品，那么这儿就建议大家呢就考虑这个Swaybo。那如果你想做博客、自媒体官网、资源站、工具站，那你也可以也建议大家呢考虑这个微博。那么如果说你只是想测试一下一个想法，看看这个点子有没有市场，可以先用这个来快速验证，验证成功之后呢，你再把它迁移到 WordPress 或者吞微博的这个体系。所以最终呢，你需要问自己3个问题你需不需要复杂功能？打不打算长期扩展？你愿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学习这个 WordPress？ 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呢，那么你就选多萝卜；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呢，那你就选微博。如果你是做电商类的建议大家就直接使用微博然后去搭建到 WordPress 上面去毕竟这个是要长远发展的。那么还有不知道怎么样去搭建网站的朋友还有新手朋友从来没接触过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零基础搭建网站3小时这是非常详细的一期教程大家看完之后呢，你也会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网站，这儿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那么如果说你想用 Swaybo 来生成网站，或者说想要克隆网站，那么大家也可以来看我的这一期视频Swaybo 的一个快速克隆网站的一期教学这儿呢大家都可以来我的频道找到这个视频。好，今天呢小鱼儿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么小鱼儿平时用到的所有的相关链接，好用的链接呢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有需要的伙伴呢可以去打开描述栏找到对应的链接比如说你需要一个好用的主机那描述栏呢有 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服务提供商的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马上接近新年了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期视频再见。